大家好，我是微庄主。近来呢 A 股的波动非常大啊，我今天专门来录一个视频，从我的角度来解决大家的一些问题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主要会说5个方向，都非常重要哈。第一个是本轮牛市最像哪一轮呢？为什么说本轮牛市的风险比较高啊？满仓的话应该怎么办呢？没有仓位的应该怎么办？本轮市场的操作需要注意什么哈？那这个是我的账户。截止到昨天收盘的一个收益率哈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基本上已经收复了复地，然后跑赢了99.56%的全国才有。为什么我能够在市场快速上行的时候就抓住了这个东风呢？是因为看前面我做的所有的直播跟短视频，我都坚定的认为是市场底部。那市场底部最重要的就是仓位，就是你不能下牌桌。一直坐在这个桌子上来玩这个游戏，你才有可能翻身的那一天哈。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，也可以回去看所有的前面的短视频跟直播。好，那么今天的内容哈，那本轮的牛市最像哪一轮呢？我们说呢 A 股历史上占得上大级别的牛市就3轮，好，每一轮大概相隔7年，嵌套着2个库存周期哈。那么有2001年、2007年跟2015年，那么这3个我们经历的超级大牛市呢，其中呢其实2个是在 GDP 的下行期。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大牛市并不一定开始的时候是由基本面去支持的，它也有可能是由政策来推动的，对吗？那么结合目前来看呢，如果我们说最像哪一轮的话呢，最大的可能性呢就是这2个。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都是根据我们现在目前的宏观的情况，目前也是 GDP 的下行期。好，那我们看呢，那到底是99年还是2015年呢？其实呢，在这2次呢，都有重大的政策产生来推动，对吧？就像我们这次9月底的时候，重大的政策推动市场上行。那我们看哈，2015年、2014、15，如果是看海外的话，PMI 是这个位置，对吗？那现在是这个位置，2019年的时候是这个位置。我们再看2014、15的时候，美联储的利息是这样子的。那99年、20年是降息，目前也是降息，对吗？所以这个支持99年。好，那我们再看，那海外呢？99年、20年呢是互联网的牛市，对吧？然后现在呢是人工智能的牛市，配合我们之前发布的这个美股的财富指数。啥意思？这个是根据美股的数据哈，标普500做出来的它的一个周期位置，我们会发现，99年现在差不多这个位置，对吧？那从这里看的话，从美股从海外来看，它更像99年，是吧？那我们来看国内的 GDP 呢，99年这里都是负增长，对吧？我们再看国内的 PPI 跟 CPI 都是低位，99年看低位。再看哈，体感呢，1998年下岗潮嘛，对吧？2024年就是降本裁员跟价格的通缩。然后还有呢更多的证据，那这个老读者呢应该是有印象的，这个是商品的 CBR 指数除以股市啊，当商品跑赢股市是这样，跑输股市是这样，现在目前处在这个位置，上一次是1999年附近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这些难道都是巧合吗？老朋友的话应该还有一个图是新兴市场跟发达国家的，那这里呢我们再看这个是呢中美利差，也就是说美国国债跟中国国债的利率的差哈。那我们看这个是2003年左右，这是高点哈。再往前推的话，因为这个数据有限我们看不到，但再往前推的话，那个99年应该是高位，2010几年就根本就排不上，就跟目前的位置是完全不一样哈。这个其实还有一个数据可以去补充，就是美元的指数。大家如果关注美元指数会发现，99年跟现在目前都是美元指数从高位往下落的一个下行期。好，那么我们看99年的指数
到底有什么特征？我们基本上已经解决了第一个问题，对吧？就是说本轮牛市最像哪一轮？是99年嘛。但是大家可能会在很多研究报告上，还有其他人讲说啊，可能我们去分析一下2015年的、2019年的。我认为通过刚才我们这些分析，我们认为本轮应该去定位的话，最应该参考的是1999年的。那我们看1999年的市场到底有什么特征呢？这里呢，99年是519的行情，对吧？519的那一天出了政策之后就往上涨，往上涨了7周，这个位置往上涨了7周，这个振幅大概是66%，上证综指，也就是不到2个月的时间，然后就发生了非常长时间的一个震荡，将近半年多，不到1年才达到了一个底部。那在那半年多的过程当中，最大回撤是23%，基本上如果你看收盘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回撤了一半所以这一种行情呢，我们还只是指数的回归如果你做股票或者是单个行业，这一部分如果你在高位进去，这一部分是很可怕的一个跌幅。如果我们定位到99年之后，如果本轮牛市想要迈过这个坎儿的话，一个就是财政的政策出来很有利也就是基本面能够马上跟上，但目前我们来看的话，概率并不高。那么如果走这种牛市的话，本轮牛市的风险会比较高并不是牛市所有人都会赚钱的。所以我们讲说本轮的牛市风险会比较高，因为基本面是没有跟上的，中间可能会有一个时间差，一旦这个时间差在这里摆着的话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市场的风险就会比较高一点虽然它是牛市，在牛市发展的过程当中，它的这个回撤也是很大的。那我们说呢，现在目前满仓的朋友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操作手法一呢，是我们以前的方法，就是周期位置底部进去，顶部出来，对吧？底部我们一直进去了，仓位打起来，那到顶部我们再出来，持有到顶。至于你中间是牛市初期还是什么，你有回调什么，我没关系，我就拿着。那操作手法二呢，半年级别的市场波动，调整仓位跟方向。比如说我们认为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幅度波动的话，我们会想办法找到这一个点，然后把仓位降低，并不完全出场，然后在这种位置再调整品种进去。为什么要调整品种呢？因为在牛市初期呢，仓位是最重要的，因为鸡犬升天，所有人都往所有的方向都会走得非常快。到牛市的中后期，也就是后面这个灰色图的时候，品种最重要，前面是仓位最重要。你仓位只要到了，你这里面有10个品种都分散开也没关系，只要你仓位到。可是到后面这个位置，你就要去集中你的80%的仓位，要集中到最多3到5个方向去做那么这就是这一次市场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手法。那我们说，那还没有仓位的怎么办呢？首先呢，牛市初期的第一阶段呢，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。那第二阶段的风险比较高，你可以降低仓位，不要满仓去参与，降低仓位的去参与是可以的那么在牛市调整期的时候，如果产生了牛市的调整期，你再去大幅度的提高仓位，并且要关注，很重要我们刚才讲了，到牛市中后期主要关注品种的配置。那我们说呢，操作需要注意什么呢？品种的集中度什么意思尤其是到牛市的中后期的时候，品种的集中度就是要80%的仓位，要3到5个品种，其实最好是3个品种就可以了。那么在牛市初期的时候呢，最重要的是仓位的问题，因为几乎鸡犬升天，所有都会往上走。可是到牛后中后期的话，挑到好的品种跟挑到不好的品种，它的差别是很大的所以到牛市的中后期，第一是品种问题，第二个是品种集中度要做好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举个例子，你们去看巴菲特的持仓，他就是这样，他持有很多股票，可是他80%的仓位就那几只极少数的股票，就3、4只，所以他的持股集中度其实是很高的。那么我们也要借鉴，就是说到中后期品种上要达到一个比较好的集中度，这就是
我希望我有解决大家目前就市场演绎到现在你们心里的一些想法哈，一个大的框架我觉得应该已经讲清楚了。那么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呢，可以给我留言。那我们讲说，我们作为投资者也好，作为我来讲也好，我们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哈？跟你们讲一下，下一步的任务是想尽办法识别这是前期的仓位，要把前期的就是仓位问题解决。如果我们想要在这个位置降低仓位的话，要再想办法识别这个位置，对吧？这是第一步的工作。那第二步的工作呢，在这种位置提前就要想好了品种，然后在这种位置把品种的集中度打上去，这是这一轮牛市的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下一步我要去做的这个工作。那么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的圈子。到后面这个的识别来说的话，就要看我们的周期位置的模型了，但现在讲还太早哈。目前我们未来能够看到的两个工作，一个是这里的牛市初期，一个是这里的品种要选对。好，那今天就先到这里。更多投资策略分享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微微庄主低策略圈”。